在朝鲜半岛，有一类特殊的人群，叫脱北者，也被称为逃北者，指的是那些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而到达别国的朝鲜国民。有人说这是他们背离祖国的无奈之举，也有人说他们是背叛祖国的叛徒。90年代，每年都有大量的脱北者偷跑来中国谋生，一些女性宁愿站街卖身风俗，也不愿被遣返回国，甚至在靠近朝鲜的东北边境地带，一袋大米就能换个朝鲜媳妇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这些脱北者目前在中国现状如何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美华和智允是脱北者，分别在5年及8年前从朝鲜逃到中国，但那些把他们带离朝鲜的南韩中间人却把他们贩卖到风俗行业。他们被囚禁在公寓中，成为了擦边主播，经常要在镜头前进行挑逗性的大尺度表演。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离开朝鲜是犯法的。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去韩国寻求庇护会是安全的选择，但朝韩之间的分隔带很危险，有军人把守，地雷密布，直接徒步去韩国近乎无可能。所以许多脱北者会取到中国，但中国把脱北者视为非法移民，一旦被中国当局拘捕，他们会被遣返朝鲜，然后或因叛国罪而面对虐待和监禁等严苛的惩罚。自从金正恩在2011年掌权后，脱北者人数比以往下降超过一半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朝鲜在边境加强了管制，而那些协助朝鲜人逃离的中间人开始涨价。美华逃出朝鲜时才22岁，她是1990年代大饥荒末期出生，是新一代的朝鲜人。随着朝鲜地下市场变得活跃，他们可以接触到化妆品、名牌衣服的纺织品、DVD 以及一些外国电影。不过这些电影进入朝鲜是违法的，但正因为他们接触了外界的资讯，特别是从中国走私到朝鲜的电影，让朝鲜人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更有冲动要离开朝鲜。美华也是因为这样才萌生了脱北的念头。她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电影，我以为中国男人都是像戏中那样子，我希望嫁给一个中国男人。”花了几年时间找方法离开朝鲜。她的父亲是前军人兼党员，对她十分严格，家中大小事均由父亲安排，有时候甚至会打她。美华原本想做医生，但父亲不同意，令她感到气馁，更想在中国展开新生活。我父亲是党员，这令人很压迫，他不让我看外国电影，我要在指定时间起床和睡觉，我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多年来，他尝试找中间人协助他躲开边境管制，渡过图门江，但由于他的定平与政府关系密切，许多中间人都很紧张，担心会被他举报。经过4年时间，他终于找到人帮助。正如许多脱北者一样，他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这笔偷渡费用，他愿意离开朝鲜后工作还债。起初他以为自己会在餐厅工作，但他被骗了。最后他卷入了风俗行业当中。他抵达延吉市后，被交到一位中韩男子手中，那个人被称为董事。延吉市是中国吉林省下辖县级市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，有许多朝鲜裔的人在这儿居住，既是与朝鲜贸易频繁的地区，也是好多脱北者躲藏的地方。女性是脱北者中占中大多数，但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，令她们特别容易被剥削。有些女性被当成新娘卖到农村，有些人被迫成为站街女，又或者和美华一样成为一名擦边主播。抵达公寓后，这位中韩裔董事向美华讲解他真正的新工作。他把美华与另一位资深的导师配起来，入住同一间房，希望美华可以观看、学习和练习如何当好一名主播。美华说：“这简直难以置信，要在他人面前脱衣服，对女性而言是一大耻辱。”我痛哭了起来，但他们却问我是否因思乡而哭。这个直播网站大部分用户是韩国人，用户以分钟付费，所以这些女直播主需要保持用户的关注度，他们看愈久便能赚得愈多。每当美华有所犹豫或显露恐惧，董事就会威胁她，说要把她送返朝鲜。美华一下子就安静了，并表示自己会好好工作，因为她的家人都在政府工作，一旦回到朝鲜，不仅会弄污家族的名声，美化的还可能面临被消失和死亡的威胁。这所公寓有9名女性，美华第一位室友与另一名女性有一天逃走了，美华被安排与其他女性一起，那就是她遇上智允的一刻。智允在2010年脱北，当年16岁。他的父母在他2岁的时候离婚，令家庭陷入贫困状态，11岁便辍学工作养家。
他原本希望到中国赚1年钱，把钱寄回家，但与美华一样，他被骗了。离开时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被迫成为擦边主播。他在延吉时，董事一度想把他送返朝鲜，因为他太黑太丑，但志允不想离开。他说：“没错，我是在做我最讨厌的工作，但我冒生命危险来到中国，我不想空手而回。我希望我祖父母离开这世界前能够有一点米饭，所以我可以忍受任何事情。我要赚钱寄回家。”志允十分勤力的工作，他希望通过好的表演获得董事的奖励。当时他比公寓内其他女孩都赚得多，那些人答应他可以与在朝鲜的家人联系，以及寄钱回家。有时候他一晚只睡4个小时，希望能够达到每天177美元的目标。他渴望能尽快寄钱回家。他甚至劝慰美华，叫她不要反抗，尝试与董事讲道理。首先，努力工作。他对美华说：“如果董事不把你送回家，你可以与他理论。”志允说，几年来他赚得比其他女孩子多，董事最喜欢他。朝鲜女生获准每半年出外1次，有时候赚多了，甚至可以每个月1次。在这罕有的时刻，他们可以购物、弄头发，但董事会和他们走得很贴近，就像情侣一样，严防他们逃跑。他们也无法与任何人聊天。这群女孩中有一位被专门任命的经理，她会在董事不在时监视其他女性，因为她已经任命了，在这里除了不自由，其实活得还不错。董事曾答应美华，如果她努力工作，会让她嫁一个好男人，又答应志允让她联络家人。董事说会把他们所赚的30%钱在他们或是10分给他们，但美华和志允从来见不到他们赚的1分1毫。就这样，美华和志允分别挨了5年和8年这样的日子，两人愈来愈担心自己的未来，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自由。也是机缘巧合之下，美华在当主播期间认识了一位客人3年，那名客人同情美华的遭遇，把她介绍给过去20年协助多名脱北者的千其元牧师。千其元在脱北者圈子中十分有名，朝鲜官方媒体经常攻击他，说他是绑匪或是骗子。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千其元曾经确实协助过1200多名脱北者。最后也是历经千辛万苦，美华和志允被成功带到了韩国，他俩还接受了 BBC 的采访，并以纪录片的形式公开与众。首先，猫爷声明一下，我从来没有贬低歧视朝鲜族的意思，只是客观概述。另外 BBC 什么德行，相信各位观众心里都有数，只要和他不是一个立场，事件本身还是那个事，但内容里的夹带私货能往死了黑你，所以大家当个乐看就行。90年代后期，由于中国对北的边防建设并不算严密，而且双方边境走私越货也很正常，所以那时北边每天都会有人跑过来。很多脱北男性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贩卖，部分年轻的女性脱北者则被拐卖到浙江、安徽、广东等富裕省份从事风俗工作，还有很多卖到了山西、山东的大山沟里给人当媳妇了。还有部分脱北者被当地人发现，留下给点吃的就赖着不走了，所以会出现类似一袋大米换个媳妇的情况。有兴趣可以去中朝边境走一走。从丹东出发，中国这边这几年全线建立了天眼监控系统，严防死守，巡逻机制也很健全。而北边比我们更重视，金正恩对边境管控的力度非常大，所以2016年之后，自发脱北到中国的人数已经极少了。最近几年的脱北者几乎都跟南边的 NGO， 特别是某些宗教组织有关联。类似的脱北组织其实从90年代末期就存在，过去甚至建立了地下运输线，有南边人资助或者直接参与输送脱北者行动，从中国就能给送南边去。美华和志允就是这样到韩国的。现在想从中国直接送往南边，可能性约等于0。总之，脱北之旅充满了危险和未知，不成功便成渣。即使成功到了南边，除非有极大宣传利用价值，否则脱北者的生活都并不会太令人如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